有缘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的人天生就像个小火炉，精力旺盛，做什么都顺风顺水，好运总是围绕着他，而有的人却总是手脚冰凉，畏寒怕冷，感觉做什么事都差那么一点火候，总是与成功失之交臂。你以为这仅仅是体质的差异吗？不，你真的甘心让自己的生命一直处在这种低温状态，看着别人的世界热气腾腾，而自己的世界却寒气逼人吗？今天我要与你探讨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惊天秘密。你的体温不仅仅是一个健康指标，它更是一个隐藏的命运开关。你身体的温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你人生的温度。我们从小被教育人体的标准体温是37摄氏度，医生会告诉你低于36度是体温过低，高于37.3度是发烧。这套标准让我们把体温看成了一个冷冰冰的纯粹的生理数据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古人那些真正洞悉了宇宙和人体奥秘的得道高人，他们是怎么看待温度的？在那些几乎失传的道家养生典籍和古代易经里，体温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数字，它有一个更具能量感的名字——阳气。这背后的秘密是什么？阳气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太阳，是我们生命能量的源泉。它不仅仅是让你感到温暖的热量，更是推动你事业、财富、人际关系乃至整个命运齿轮转动的根本动力。一个阳气充足的人，他就像一个行走的能量场，自然能吸引来好的事物。而一个阳气亏虚的人，身体寒冷，能量低迷，就容易吸引来各种阻碍和不顺。但这只是表象，真正的原因是，古人发现阳气，或者说我们身体的内火，它遵循着一套与宇宙天体运行完全一致的法则。掌握了这套法则，就等于拿到了调整自己命运的遥控器。今天我就要为你揭开这个被历代修行者秘而不宣的核心心法，一个只有不到0.1%的人才懂得的关于如何点燃你生命之火的终极法门。我们现代人可以说生活在一个寒气逼人的时代，夏天离不开空调，冬天暖气又燥热，渴了就喝冰镇饮料，熬夜更是家常便饭。有人会想，天气这么热，喝点冰的降降温，不是很正常吗？熬夜加班也是为了前途打拼，这有什么问题？这叫不懂阴阳，也叫自作聪明。你把身体想象成一个正在慢火微炖的瓦罐，里面熬着你最宝贵的生命精气。你一杯冰水灌下去，就等于往滚烫的瓦罐上浇了一瓢冷水。当时是爽了，但瓦罐内壁的裂纹也悄悄出现了。熬夜呢，更是如同把这炉火的通风口开到最大，让宝贵的能量在黑夜里白白烧掉。这些行为都在不知不觉中消耗着我们最宝贵的阳气，等于是在给自己的生命电池放电，而且是加速放电。所以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出现了畏寒乏力、情绪低落、财运不佳的状况。他们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，
但就是感觉浑身不对劲儿。这种不对劲，用古人的智慧来看，就是阳气不足，阴寒内生。身体这座神殿没有了太阳的照耀，自然就会变得阴暗潮湿，甚至滋生各种问题。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，阳气如此重要，古人是如何守护和提升它的呢？难道只是靠喝姜茶、泡脚、艾灸这些我们熟知的方法吗？这些当然有用，但都只是术的层面，是外在的补充。真正的高人，他们修炼的是道的层面，是一种从内而外点燃生命之火的心法。这里我必须给你讲一个人的故事，他就是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。我们看曾国藩的画像，总觉得他一脸正气，精力充沛，但很多人不知道，他年轻时其实是个身体孱弱、毛病一身的药罐子。他自己都承认早年无日不病，体弱多病，脾气还很暴躁，人缘极差。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阳气亏虚、身心失调的状态。那他后来是如何脱胎换骨，成为一代圣贤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的呢？秘密就藏在他的日课里。他给自己定下了雷打不动的12条规矩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主敬。这个敬字可不是简单的尊敬他人，他的全称是主敬则身强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曾国藩发现，当一个人内心保持一种庄静、专注、不散乱的状态时，他的身体会自然生出一股浩然之气，这股气就是阳气。他坚持每日静坐，在静坐中收拾精神，把涣散的心神收回来，安住在身体里。他说，一念不生是未成。这个一念不生指的就是精神不再涣散，念头不再纷飞。当你的心神像一盘散沙，你的能量就在不断的外泄，阳气自然无法凝聚。这就像你的手机后台同时开着几十个 app， 即使你没在用，电量也在飞速消耗。你的焦虑，你的担忧，你对过去的懊悔，你对未来的恐惧，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耗电的 app。 而曾国藩做的就是通过每日雷打不动的静坐，强行把这些向外耗散的能量收回到自己身体这个蓄电池里进行充电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就是当年的曾国藩，屡试不第，身体又差，被同僚看不起，你是选择自暴自弃、怨天尤人，还是像他一样从最根本的心上下手？他通过静坐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把他身体里的小火苗重新点燃，并且越烧越旺。这股内在的火焰不仅治愈了他的身体，更让他获得了超乎常人的精力、智慧和决断力，最终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曾国藩的故事告诉我们第一个天机，阳气的根源不在于外部的补给，而在于内部的收敛。你的心神在哪里，你的能量就在哪里。当你的心神不再向外持求，而是向内凝聚时，
你的阳气就开始自动增长了。这在《黄帝内经》里早有定论：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。意思是，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，如果它离开了自己应在的位置，人就会减损寿命，生命的光辉也无法彰显。而这个所指的就是我们身心合一的这个当下。现在我们知道了守护阳气的第一个秘密是收心，但这只是第一步，相当于我们把木柴都抱回了家，关上了门窗，防止热量流失。但接下来如何点火，如何让这堆木柴熊熊燃烧起来，这里就要揭示一个更深层的道家修行的核心密码了。水火既济这4个字出自《易经》，是第63卦，代表着成功、和谐的完美状态。但它在道家内丹术里却是一套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身心修炼法门。古人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小宇宙，我们心脏的能量属火，是温热的；向上的我们肾脏的能量属水，是寒冷的；向下的一个健康的人，一定是心火能够下降，去温暖肾水，而肾水能够上升，去滋润心火。这样一来，身体里就形成一个水火交融、能量循环不息的太极图，这就是水火既济。但我们现代人恰恰相反，熬夜、焦虑、思虑过度，导致心火一直在上面空烧。这就像一个没放水的锅，在炉子上干烧，锅壁迟早要烧裂，表现在身体上就是口腔溃疡、失眠多梦、心烦意乱、满脸爆痘。与此同时，久坐不动、贪凉饮冷，导致肾水越来越寒，越来越凝滞。这就像发动机的冷却液结了冰，整个系统都会瘫痪，表现在身体上就是手脚冰凉、腰膝酸软、精力不济、毫无欲望。这种状态古人称之为心肾不交，是万病之源，也是运气衰败的开始。你感觉自己脑子很热，想得很多，但身体却很冷，行动无力，能量被割裂了。上半身是火焰山，下半身是冰雪天。人不成个人，自然做什么都错乱。那么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僵局，实现水火既济呢？道家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，八仙之一的吕洞宾。传说他早年一心求取功名，却屡屡碰壁，心灰意冷，后来得遇其师钟离权，才算踏上了修行之路。钟离权传给他的第一个核心法门，就不是什么飞天遁地的神通，而是这个水火既济的心法。钟离权告诉他，凡人之所以是凡人，就是因为体内的火往上跑，水往下流，能量是分离耗散的。而仙人之所以是仙人，就是因为他们通过修炼，让火下降，水上升，在身体的中心，也就是丹田的位置，汇聚成一个能量球，这叫结丹。这个丹就是你生命能量高度凝聚的精华。
钟离权教给吕洞宾一个方法，叫做一手丹田。丹田就在我们肚脐下3寸左右的位置，这个地方被道家视为人体的能量中心，是藏经之府。现在我把这个被历代修行者视为不传之秘的法门，用最简单的方式分享给你。你不需要盘腿，不需要焚香，就在你此刻坐着或躺着的地方就可以完成。请你轻轻闭上眼睛，做几个深呼吸，把外界的纷扰都放下。想象你的心脏里有一团温暖的金色的火焰，它不是灼热的、攻击性的，而是像冬日暖阳一样柔和，充满生命力。现在用你的意念轻轻地引导着这团小火球，让它顺着你身体的中轴线，非常缓慢的、非常柔和地向下移动。它穿过你的胸膛，穿过你的胃部，最后来到你的小腹，也就是丹田的位置，安住下来。当这团火球安住在你的丹田时，想象它就像一个小太阳，开始在这里散发着光和热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是静静地感受这份温暖。这股暖流像融化的蜜糖一样，会慢慢地弥漫到你的整个腹部，然后流向你冰冷的双脚，流向你冰冷的双手，最后温暖你的全身。你的脚底可能会有发热、发麻的感觉，这都不是幻觉，而是真实的物理反应，是能量开始流通的证明。这就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引火归元法。当你把在上焦空烧的心火引回到下焦的丹田水府时，水与火就相遇了，水得到了火的温煦，不再寒冷，火得到了水的滋润，不再燥烈。一个完美的能量循环就在你的体内悄然开启了。这股暖流就是你生命能量开始流转的信号。我相信看到这里的同修都是有福气有慧根的人，请在评论区留下能量回归，好运自来。让我们一起汇聚这股强大的意念，为自己和他人吸引源源不断的好运与温暖。每天睡前或者感觉疲惫的时候，花上10分钟做这个练习，你会发现你的睡眠质量会变好，手脚会慢慢暖和起来，内心会变得更加平静和安定。这不是心理作用，而是身体内部能量场重组后必然发生的变化。这就是水火既济带给你的最直接的礼物。但是这还不是终极的秘密。我们知道了要收心，也学会了引火归元的方法，但这一切背后的终极原理是什么？为什么仅仅是改变身体内部的能量流向，就能改变我们的健康甚至命运呢？现在我要揭示那个颠覆你认知的终极真相了。这个真相连接了古老的东方智慧与最前沿的现代科学。古人所说的阳气、能量，用现代量子物理学的语言来翻译，其实就是你身体的能量振动频率。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，宇宙万物，包括你我，本质上都不是固体，而是由不同振动频率的能量构成的。你的桌子、你的手机、你的身体，
看似坚实，但在微观世界里，它们都是一团团震动的能量。而你的思想、你的情绪、你的身体状态，决定了你这团人形能量场的振动频率。当你的身体阳气充足、温暖、充满活力时，你的能量振动频率就高。根据同频共振的宇宙法则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吸引力法则，一个高频率的你，自然会吸引来同样是高频率的人事物，比如好的机会、健康的身体、和谐的关系、源源不断的财富。反之，当你的身体阴寒凝滞、阳气不足时，你的能量振动频率就低。一个低频率的你，就会像磁铁一样，吸引来同样是低频率的现实，比如疾病、厄运、人际关系的破裂、财务上的困境。这根本不是意外，而是因果。这就像一个智能的搜索引擎，你的身体就是这个搜索引擎本身，而你的阳气水平就是你输入给宇宙的默认搜索关键词。当你内在的关键词是阴寒、凝滞、匮乏时，这个强大的算法就只会为你匹配和推送同样属性的信息与事件，让你感到更寒冷的人，让你能量更凝滞的事，让你体验更多匮乏的处境。而当你通过修炼，把内在的关键词调整为温暖、活力、丰盛时，宇宙的算法会瞬间响应，开始为你精准地推送所有与之匹配的结果，充满温暖的机遇，激发活力的贵人，以及证明丰盛无处不在的种种惊喜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提升体温、修炼阳气，根本不是什么玄学，它的本质是在提升你整个生命的振动频率。你不是在简单的取暖，你是在调频，你在主动选择你要接受一个什么样的平行现实。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了一个概念，叫共识性，指的是那些看似偶然却意义非凡的巧合。为什么有的人总能遇到贵人？为什么有的人总能在关键时刻灵光一闪？这不是运气，这是共识性现象。当你的内在能量状态，也就是你高频的阳气准备好了，外在世界就会以巧合的方式为你匹配相应的资源和机会。这就像你在内在种下了一颗玫瑰种子，并精心浇水施肥，那么外在世界这只蝴蝶被花香吸引而来，落在你的花园里，就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巧合。你的元神，或者说你的高我，就在通过这种方式给你发送宇宙快递。你的人生真的可以不一样。这个改变的开关不在外界，不在他人，它就藏在你自己的身体里。当你开始有意识地去温暖你的身体，去提升你的阳气，你就是在向整个宇宙宣告：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接受更高频率的体验，我准备好迎接一个更温暖、更光明、更丰盛的人生。你身体的温度就是你命运的温度。从今天起，别再忽视它，像守护珍宝一样去守护你身体里的那一点真阳。
因为那一点火苗不仅照亮了你的健康，更照亮了你未来的整个星空。我们学会了开源，懂得了如何通过收心和引火归元来点燃和壮大体内的阳气。但修行路上同样重要的一环，甚至更重要的一环是节流。如果你这边辛辛苦苦的烧火，那边却有几个大窟窿在漏风，那么这炉火永远也旺不起来。能量守恒不仅要会挣，更要会省。那么偷走我们阳气的三大盗贼究竟是谁？第一个盗贼，也是最凶猛的盗贼，叫情绪内耗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？跟人生了一场气，明明没做什么体力活，却感觉比跑了5公里还累，或者为一件还没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一整天，到了晚上感觉身体都被掏空了。这就是情绪内耗，怨恨、嫉妒、焦虑、恐惧、悔恨，每一种负面情绪都像在你身体这个精密的 CPU 上，后台运行着一个极其消耗资源的程序。你表面上平静地坐着，但你的内在能量正在被这些情绪疯狂地燃烧和吞噬。特别是怨恨一个人，就等于在自己的能量场里给他建了一座神龛，每天用自己最宝贵的阳气去供养他，而他却毫发无伤。这简直是天下最愚蠢的买卖。如何节流？答案是觉察与解怨。当情绪升起时，不评判，不跟随，只是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他。愤怒来了，恐惧又来了。当你开始看它，你就从情绪本身中抽离出来了，它就无法再控制你。对于积压已久的怨恨，要学会解怨，不是为了原谅对方，而是为了解放自己。你要看清，你恨的早已不是那个人、那件事，而是那个不断在脑海里重播的带着情绪的故事。放下那个故事，就是拔掉那个供养仇人的输血管。第二个盗贼叫欲望透支，这里的欲望不仅仅指男女之间的情欲，它包含了我们对一切外在刺激的无度渴求，对美食的贪婪，对游戏的沉迷，对短视频的刷不停，对财富权力的病态追逐。这一切都是在透支你的阳气。古人说，劳其行者长年，安其乐者短命。为什么？因为身体的阳气精气神是有限的，它就像一盏油灯里的灯油。正常的生命活动是让灯火平稳地燃烧，而过度的放纵欲望，追求强烈的感官刺激，就等于亲手把这盏油灯的灯芯一下挑到最亮、最绚烂，火焰是壮观了，那一瞬间的快感是无与伦比了，但灯油也在以数倍的速度被烧干。很多人英年早逝，或是中年就百病缠身，根源往往就在于年轻时对欲望的过度透支。他们不是死于疾病，而是死于生命能量的提前耗竭。如何节流？答案是清心与知足，减少不必要的感官刺激输入，给自己的心灵留白。你不需要戒掉所有娱乐，
但需要有意识的选择。问问自己，这个行为是在滋养我，还是在消耗我？学会对简单的生活感到满足，一碗白粥的清甜，一次散步的宁静，一本好书的陪伴，这些看似无聊的事物，才是真正为你的生命油灯添油的宝贝。第三个盗贼叫神思外泄，这一点与曾国藩的收心一脉相承，但更侧重于日常。你的神也就是你的注意力，是你能量流动的指挥棒。你的注意力在哪里，你的阳气就在哪里安营扎寨。现在你一边吃饭，一边刷着手机里的八卦新闻，你一边工作，一边想着晚上的聚会，你跟家人坐在一起，心思却飘到了千里之外的某个网络争论上。你的神就像一个漏水的筛子，把宝贵的能量不间断地洒向了那些与你生命毫不相干的、琐碎的，甚至是负面的信息里。一天下来，你什么都没干，却感觉心力交瘁。这不是累，是懈。如何节流？答案是专注于活在当下。吃饭的时候，就去感受食物的香气和滋味；走路的时候，就去感觉脚踏实地的感觉；与人交谈时，就全心全意地看着对方的眼睛。把你的神从虚拟世界，从过去和未来中坚定地拉回到你身体所在的此时此地。每一次专注都是一次能量的回收。当你能够把散落在宇宙间的心神全部收回来，凝聚在自己身上时，你会发现你不再需要向外寻找任何力量，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能量源泉。所以真正的修行不是去深山老林里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它就藏在我们每一次呼吸、每一个念头、每一次选择里。学会开源，点燃内在的太阳，更要懂得节流，堵住能量的漏洞。如此一开一合，一张一弛，你的生命才能真正的积厚德、存正气，最终绽放出温暖而持久的光芒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